什么情况？武僧一龙师弟的手臂被黑人选手踢断了，疼得他龇牙咧嘴，嗷嗷惨叫。不知道的还以为谁家过年杀猪了呢。赢下比赛的黑人选手更是嚣张不已，面对镜头的拍摄，他直接吐舌头挑衅中国选手没实力。中国功夫不堪一击，就只适合老人和小孩锻炼身体。担任嘉宾的武僧一龙当场就看傻了眼。本来外国冠军对中国功夫就深信不疑，再加上少林武僧在擂台上输了比赛，让本就深受质疑的中国功夫变得更加被动。简单介绍一下踢断少林武僧手臂的黑人选手，他叫卡尔，来自瑞典。来华短短3个月时间便轻松踢断了6位中国选手手臂，其中就包括死神方便和白敬斌。可想而知，卡尔这家伙的腿法究竟有多么恐怖如斯。至此，卡尔被外国媒体誉为是手臂终结者。自从击败了少林武僧，他就变得特别的狂妄，看不起中国功夫，甚至还扬言要拳打武当脚踢少林。中国泰拳小子谭晓峰勇敢地站了出来，是要击败大高个卡尔，为前面失利的6位中国选手报仇雪恨。尽管谭晓峰在各个方面都不占据优势，但谭晓峰是泰拳出身，自身拥有很强壮的身体素质和较为高超的泰拳功底。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谭晓峰的精彩表现。这一次谭晓峰也是赌上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本来他胳膊上就有伤，为了能为同胞们一雪前耻，谭晓峰也是豁出去了。谭晓峰真要是被卡尔踢断了胳膊，那么谭晓峰的职业生涯恐怕就要到此结束了。尤其是中外的比赛，对于现场观众来讲，情绪上就会更高涨一些。对。我们今天的比赛呢是在乌来湘西的芙蓉镇，应该说湘西的这个百姓啊，本身对于这个上这个精神是非常崇尚的。所以今天现场来了很多观众来观看比赛。另外大家也看到了，我们今天这个场地呢是一个露天的场地，是的，就是在芙蓉镇的这个景区中心。现场的环境也是非常优美漂亮。令我们感到庆幸的是啊，从昨天早晨开始不停的这个下着这个到今天直播前终于停了，对，非常有。要不然的话，我们今天这个露天比赛还真是有点麻烦。看过卡尔比赛的应该都清楚，这家伙的腿法进攻极具有杀伤力，一般人根本顶不住，卡尔两腿就会疼得受不了。然而谭晓峰可不是一般人，泰拳出身的谭晓峰自身拥有非常强大的身体素质，即便挨到了卡尔强悍的腿法进攻，那么谭晓峰依然能稳稳地站在擂台上与卡尔展开对抗。这一战他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更多的是中国功夫和中国搏击的脸面。漂亮的中段扫踢。我们看到卡尔也是挑衅对手。这时候两个人的注意力也是非常的集中。卡尔是做了一系列的假动作来干扰谭晓峰。卡尔固然很强，但谭晓峰也不是一般人。从打法上来看，卡尔确实打得很强势，然而谭晓峰的打法则是更加全面一些，拳脚膝全部都用在了正点子上。不过卡尔最擅长的便是在中远距离实施扫踢，在谭晓峰没有完全熟悉比赛节奏之前，必须要多加小心卡尔的扫踢腿，不然胳膊很容易就会遭到重创。因为是主场作战呢，谭晓峰肯定是特别的兴奋，但是在兴奋的同时，希望他能保持自己的冷静战术，对，不要消耗自己太快。你刚才这一推也没怎么扛得住。好，上来又是个高位的扫踢，漂亮的反击。其实我们看卡尔这个腿法，他这个腿法实际上这种泰拳的味道并不是特别的，是的，他这种出腿比正常我们所见到的。第二回合开始了，卡尔除了出腿，其他的进攻招式并不怎么样。很快谭晓峰就研究到了一个精湛无比的作战计划。既然双方都是泰拳出身，那么想要快速结束比赛，这个是不存在的。以腿法闻名于拳坛的卡尔很是狼狈，同时也很无奈，根本无法正常将腿法进攻精准的实施出来。唯一能做的就是稳住局面，继续试探谭晓峰的战术打法。与此同时，谭晓峰也不会傻傻的站在原地等待卡尔的进攻。两个人互相都在找机会。
低扫踢。谭晓峰在第2个回合呢，节奏放慢了一些，再次的进攻。卡尔是在等待机会。谭晓峰的前手刺拳接低扫踢，这下也挺疼的。是的，马上揉了揉虎四头。卡尔的腿法进攻固然很厉害，那么谭晓峰的腿法进攻也不是瞎吹的，各种腿法进攻都能精准实施出来，并且每一次都能打在卡尔的身上。然而卡尔的扫踢腿就不一样了，无论是主动进攻还是防守反击，卡尔的腿法进攻都很难命中身法矫健的谭晓峰，这或许就是身高偏矮体型偏小的好处吧。看到卡尔其实还是有他自己的主意啊，他还是在不断的等待谭晓峰做动作，然后来消耗谭晓峰，然后寻找机会。反击，这个接腿之后的后手拳，但是距离有点远。就是这种动作啊，做1次2次秀一下就行了，再做多了危险。卡尔从始至终就没瞧得起过谭晓峰，在赛前还大言不惭疯狂羞辱中国功夫，到了赛场上依然是死性不改，持续的挑衅并没有让谭晓峰丧失理智，而是变得更加冷静。只要不给卡尔实施腿法进攻的机会，那么谭晓峰获胜的几率还是很大的。这些年我们发现，就是很多中国选手啊，其实在他们的基础体能这方面不比外国选手差，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体型的基础这方面要比外国选手更优秀。这就是运动员特有的友谊啊。是的。尽管在拳台之上，比赛一开始就得兵戎相见，但是很多选手在底下都是非常好的朋友。非常重的低扫踢。这是第3个回合决胜局。我们看到穿金色短裤的是中国选手谭晓峰，黑色短裤的是来自瑞典的卡尔。再次的低扫。第3回合开始了，卡尔已经丧失了腿法进攻的机会，要想把扫踢腿精准无误的打在谭晓峰的胳膊上，那么就必须要提前经过谭晓峰的同意，不然卡尔连实施腿法进攻的机会都没有。就算使出了1次腿法进攻，那也很难命中灵活度极高的谭晓峰。拼腿的想法已经得到了破灭，在拼拳期间卡尔又占不到太大的优势。漂亮的反击。卡尔组织进攻，但是被谭晓峰抓住了反击。高扫踢，卡尔要做一个超人拳。其实这个超人拳啊，这个距离是非常关键的。能有一个合适的空间的距离的话，这拳头基本上作用不大。是的，有时候更多的时候感觉超人拳这种作秀的成分更大。这文博也是运动员出身，也看很多年的搏击比赛，像对这类时间短并看不出来卡尔的劣势，时间一长，卡尔的劣势就会逐渐显现出来。毕竟此时的比赛节奏由谭晓峰一人所掌控。别看谭晓峰身高不高，体型不壮，其实他的扫踢腿一样拥有超级强大的威慑力，短时间内无法给卡尔造成致命伤害。时间长了，卡尔他自己就会感觉到身体上的不对劲。不吃掉了，不吃掉了。我们知道，就是选手在秀自己的技巧的时候啊，其实也是同样的面临着非常大的风险。对，所以说大多数选手不是在自己特别明显的优势情况下是不会去秀技巧的。刚才谭晓峰又是一个高位的侧踢，再次的低扫。我们看到卡尔每次的拳进攻怪，对，他每次进攻的时候，主要一个是他技术本身比较怪，再一个就是谭晓峰每次都能抓住阻截他。对把他一阻截，然后他的拳出不来。为什么能阻截住他？因为卡尔的出拳，特别是后手，基本上没有直的。是的，都是画了一个很诡异的弧线过去。那这样的话，你走一个弧线，肯定在时间上，卡尔的进攻力度可能会很强大，但精准度和数量并不达标。
只要谭晓峰没有倒下，那么比赛胜利就会偏向于谭晓峰。毕竟谭晓峰一直都在全方位对卡尔实施进攻，就算进攻力度不是很大，那也能从中捞到很多点数优势。最终，谭晓峰获得了比赛胜利，成功为死神方便和白敬斌报了仇。谭晓峰宁愿赌上职业生涯，也不愿让卡尔继续在中国擂台膨胀下去。挑衅中国功夫，看不起中国选手的下场就是如此，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伟人说的这句话事到如今依然很实用。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谭晓峰打几分？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咱们下期不见不散。